上来刚開始這個，這個上攻，擊負，到了角落了，有機會，打反，破防，後手，地下後手很重，直接中决賽。比张伟丽拳法還猛的中國姑娘將美國女兵逼在角落瘋狂暴打，現場裁判怕鬧出人命，趕緊終止對局。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戰。好，我們看一下，首先登場的這名選手呢，正是我們今天的擂台狩獵者，中國的 KO 女王王可涵。她是拳法不弱於張偉麗的中國 KO 女王，短短3年的時間，豪取14戰14勝14場 KO， 橫掃整個國際擂台，難尋敵手。她平均每一場比賽都要轟出上千拳。和他交過手的對手非死即殘，是繼張偉麗之後，中國又一顆冉冉升起的拳壇新星。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迎戰王可涵的對手，好，我們看，這個家伙你甚至分辨不出啊，他是公是母啊，難辨雌雄。沒有錯，他就是來自於美國的女兵娜塔莉。據說在美國的部隊當中，連男兵都不敢惹他啊！他自己在採訪時也是狂言，說自己比男人還要強壯，比男人還要勇猛。不僅如此，還羞辱我們中國女性太軟弱、太弱小，打贏我們中國女選手就像捏死一隻小螞蟻一樣簡單。哎呦，這個娘們很猖獗啊！今天我們的中國 KO 女王王可涵霸氣出山。原本這場比賽的這個擂台狩獵者呢是張偉麗，但是王可涵表示說啊，我想打。王可涵正是張偉麗的師妹啊。好，沒有錯，比賽開始，讓我們廢話少說，看下雙方選手的精彩表現。好，我們看藍方選手綠色上衣，她就是美國女兵娜塔莉；紅方選手黑色上衣，中國姑娘王可涵。好，我們從側面上來看，對方的身高呢是有着明顯的優勢。當然王可涵也不矮啊，我們也有1.73米的一个身高，但是在對方面前還是矮了一頭。好，小心，對方的這個推法打得很兇啊。我們看對方的這個打法是結合了泰拳以及跆拳道的這麼一個戰術啊，好漂亮！哦呦，打的對手節節敗退啊！王可涵的這個拳法還是很厲害。中近距離的話是王可涵發力的一個。加低扫，对，其實我覺得重點應該不在他的低掃上啊，對，拳上啊，拳非常的重，拳非常的重，對，對方在防禦了，對，上下結合，高，你看在正蹬，王可涵並不是那麼着急啊，高掃啊，這個高掃，幸虧王可涵是往前衝了一下，如果他不動在那個距離就很危險，對，往前衝。雙方今天的這個作戰風格也是非常明顯啊。那對方是比較擅長腿法，而王可涵恰恰相反，我們更擅長於這個拳法上的進攻。好漂亮，擊斧，打完上面打下面。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結束，非常的精彩。我們的中國 KO 女王王可涵這場比賽她的表現啊，的確是不俗的。好，我們看把對方美國女兵打的。對方啊，你就偷着樂去吧啊！如果讓張偉麗打你，那這下場啊可比這還要慘。
但当然啊，汪可涵作为张伟丽之后，我们中国冉冉升起的女子拳坛新星呢，我相信她的未来，她的成就有可能会超越张伟丽，但是目前来看，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张伟丽毕竟现在是世界冠军，那么她的名气已经不仅仅在我们中国有名气了啊，全世界都認識張偉麗。好，第一回合把這個南邊雌雄不知道是公是母的這個家伙啊，打的也是節節敗退。對方嘲笑我們中國女性軟弱，哦，這個拳都比泰森還要猛了，他竟然敢說軟弱。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2回合的精彩對局、精彩表現。把他的中文的那個譯名紋在他右腰側面呢。對，而且我看到他的左側腳背上面還有4個中文字，應該是戰士永遠。好，連續的拳法，對，要先把他的防守打散了。對，一定要打散。雖然剛才連續命中，但對方的報價是很緊的，很多下都是打在拳頭。這一回合，汪可涵在拳法上的進攻打得是非常的兇。那麼經歷了第一回合的試探之後呢，也是摸透了對方的打法啊。那麼對方的這個美國女兵啊，她比較擅長腿法和防守，但是對於汪可涵來講，我們只要殺入她的這個中近距離，對方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也就是說，對方除了挨打，那就是挨打了，因為汪可涵的這個拳啊，的確是太重了。好，我們看，這又是連續重擊。汪可涵也有腿法，但是他並不太愛用啊，把所有體能還是放到這個拳法上。而在第一回合，汪可涵是沒那麼容易壓到那個距離的。對，而且第2局上來以後，汪可涵把節奏明顯的加快了。也就是汪可涵對節奏的分配上也非常的有效。對，而且汪可涵並不是他每次都是急於進去，如果對手強行進攻的時候，他會後撤，或者是向左側或者向右側的這樣交換。那麼現在來看，對方美國女兵呢是相當的被動啊，是被我們中國的姑娘汪可涵啊牽着鼻子去走。而他這個腿法明顯是變慢了啊，而且力道呢也不是很足。哎呦，漂亮！讀秒了，這一拳太重了，但是對方並沒有被 KO， 裁判送給他一次讀秒，這是一個上天賜給他的好禮物。汪可涵迫不及待，但是被裁判拉了回來啊。好，我們看汪可涵是想一鼓作氣拿下對方的美國女兵，連拳帶腿，這個時候開始使用腿法了。對方的報價拿得非常的緊，要先打開這個防守啊，然後再去想辦法去 KO 對方，要不然的話你這個拳啊只會打到對方的拳套上啊，這個防守上。汪可涵還在追，對，還有對手的高掃啊，也是擋住，就變線高掃，對，詭異。這幾下是擋住的，這幾下是其實擋住的。這一下滑倒，這是滑倒。我覺得汪可涵應該多增加一些橫向的移動啊，沒錯，不要讓對手在退防的時候。對。啊，擊負再擊負。哎呀，這個前手接的有點慢啊。啊，後手中了，打得搖晃了。我們看這個美國女兵現在是連連後退，哦，這個被打得完全啊不敢去反抗了，還在跑。這個狼狽的模樣和賽前吹牛啊，說自己比男人還猛的這個大塔利啊，我好像並不是一個人。觀眾朋友們，比賽第2回合結束了，那果然啊，囂張的美國佬，他囂張啊，你就得揍他，打一頓，那都老實了。好，比賽第2回合結束，我們看一下這個美國女兵啊，賽前的囂張氣焰啊，目前都已經被我們的汪可涵打到煙消雲散了。那觀眾朋友們看到這裡，您認為汪可涵的拳法和張偉麗的拳法誰更狠？當然啊，汪可涵的這個體量級呢是要比張偉麗大很多啊。那麼我個人的話還是比較喜歡我們張偉麗的拳法啊。當然，汪可涵的這個拳法，它的密度是的確要比張偉麗密集很多啊。這場比賽感興趣的觀眾朋友們可以查一查啊，汪可涵打了多少拳。好，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了第3回合，對方有點想送死的感覺啊，竟然敢和汪可涵打內圍，太明顯了，對，很容易被防住。就是這種大招一定要其他的招數，特別虛招去做鋪墊，去騙對方來吃自己這個大招。對，就是說你沒有在100%的把握的時候，最起碼你要有50%到60%的把握的時候。是的。雖然說雙方的這個作戰風格是有所不同，對方更擅長腿法，但是腿法的這個體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啊！你看他的速度、力道啊、軌線都能夠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也就是說，對於汪可涵來講呢，對方的腿法就像慢動作一樣啊，是非常容易躲的。好漂亮，連續追擊，
王可涵连拳带腿。我们看这一波的进攻啊，打得还是非常凶的。还是那句话，要先打开对方的这个防守啊，要不然的话，那么所有的进攻全都是白打了。对，没有接其他动作，也没有连其他动作。一扫，横向移动，对，击负，击负，5秒。这个击负是一个互相冲的吗？好，又一次夺秒。那汪可涵也是雨露均沾，每一回合都送给对方一次这个夺秒啊，每一回合都送给他一个大礼物，不偏心。好，到了角落了，有机会打伞，破防，后手逆向后手很重。什麼情況？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沒有想到啊，竟然會是以這種方式結束。我們看對方的美國女兵還在演戲，對方好像是奧斯卡影帝啊，她表示說我不服啊，我還在防守。那剛剛這個情況已經非常明顯了，汪可涵的重拳是越打越猛，對方已經沒有這個任何防護的動作了啊，長達6-7秒鐘沒有動作。那麼對方這個生氣的狀態也算是給自己一個台階啊，表示說這個比賽不公平啊，美國黑掉了他的比賽。你相信我，觀眾朋友們，回到美國，他絕對會在採訪面前這麼說。但是沒關係，這場比賽怎麼說他都輸了。我看慢動作之下，你看汪可涵的這個拳啊，裁判不得不終止啊，這不終止的話，對方接下來也只有挨打的份兒啊，所以說沒有什麼意義。好，讓我們恭喜汪可涵啊！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您覺得他和張偉麗誰的拳法更猛？感興趣的觀眾朋友們可以留言在評論區，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啊！好，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我希望大家看這場比賽的時候不要眨眼睛，因為我覺得隨時都有可能出現有了，已經明顯的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了。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為您帶來的是一場中國女拳王張偉麗大戰澳大利亞總理女保鏢的精彩綠局強比賽。好，來看一下，首先登場的姑娘，一看到她就很開心了，很親切了。她不僅是有很多男粉絲啊，女粉絲啊，現在也是非常的多。好，沒有錯，她正是中國女拳王、巾幗女英雄張偉麗。本場比賽，張偉麗是作為擂台守擂者，沒有錯啊，在我們自己的家鄉，在自己的祖國打比賽。我們都知道，張偉麗平日裡呢是征戰國際擂台的啊，經常在美國、日本、韓國啊或者英國打比賽。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本場比賽，張偉麗的對手就是眼前這個啊，看起來好像是人畜無害，不像壞人，但實際上是一個蛇蠍心腸的家伙，來自於澳大利亞的雙冠王，澳大利亞總理女保鏢阿瑪尼·舒尼可。此人6歲練拳，12歲奪冠，16歲成為雙冠王，19歲成為澳大利亞總理的貼身女保鏢。本次在來中國之前，他在媒體面前更是立下了軍令狀，當眾大放厥詞。這一次我去中國打比賽，只可能有2個結果，要麼我打死張偉麗，要麼張偉麗被我打死。他絕對不可能是我的對手，我有100%的信心能夠擊敗他。好，觀眾朋友們，這個澳大利亞的總理女保鏢的確是很猖獗啊，她才22歲哦，能說出這麼歹毒的話，那我說她是蛇蠍心腸，觀眾朋友們，您沒有意見嗎？好，比賽開始了，仔細看一下紅方選手紅色的戰袍張偉麗，藍方選手啊，她的個子很高，胳膊很長啊，大長腿也很長啊，沒有錯，她就是澳大利亞總理女保鏢朱妮可。雙方完全是2種作戰風格啊，對方的話是偏泰式啊更多一些，而張偉麗是偏散打啊更多一些和傳統武術。好漂亮，內圍的打擊，張偉麗完全不輸對手啊，對方有頂膝，我們也有啊，因為張偉麗本身她也練習過泰拳，而且是練習的最純正。在泰國的這個老虎拳館啊練習的泰拳。哎呦，旋風踢！
張偉麗閃電般的快拳，哇哦！我們看張偉麗的拳速太快了，對方的朱尼克僅打了1拳，我們打了他13拳，1比13啊，這個差距還是很大。這是個犯規動作啊，對方有一個箍頭頂膝，那麼這個在規則當中啊是不允許的。哎，對方再一次犯規，剛剛是個轉身肘的動作，轉身邊拳可以，但轉身肘不可以啊，這在我們這個自由搏擊的規則當中啊，這是有限制的。我們看對方很明顯了，這個是有點忌憚和張偉麗來拼拳。的確，我覺得換作是任何人啊，都不會選擇和張偉麗去拼拳。好，你看，稍有不慎啊，張偉麗的拳頭就輪過來了。好的，繼續打。虽然說本場比賽朱尼克佔據着臂長和腿長的優勢。當然沒打出來，主要還是張偉麗打得太猛了啊，不給他發揮的一個機會。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結束了，非常的精彩。那麼張偉麗是絕對的優勢，拿下了第一回合。無論是打擊數還是氣勢上啊，都可以看得出來，張偉麗那絕對是遙遙領先了。但是不要着急，因為接下來還有2個回合。賽前，這個澳大利亞的總女保鏢呢狂言，她說呢，今天不是我打死張偉麗啊，就是張偉麗被我打死。觀眾朋友們見過狂的，但是絕對沒見過這麼狂的啊！可以說這張偉麗有史以來見過最狂的選手了。之前有很多人說呀，要麼說搶走張偉麗的冠軍啊，要麼說把張偉麗打到退役，但是聽說把張偉麗打死的啊，這是頭一個。好，觀眾朋友們，接下來比賽馬上要來到第2個回合了啊！也希望您呢不要吝嗇您發財的小手，點上一個讚啊，為張偉麗加油打氣。很不容易啊，張偉麗的確很不容易，從一個打工妹兒啊打到了世界冠軍，10年磨一劍啊，其中的辛酸呢是非常之多。好，比賽第2回合。但是张偉麗實際上他習武很早啊，8歲就開始習武。那麼後來也是加入到了這個國家散打隊啊，然後最後的話是因為受傷啊，所以說轉變了職業。做過幼兒園教師啊，送過外賣，當過保安啊，還在健身房啊賣過課。那麼最後呢是走到了世界冠軍的這個位置。对方在速度上是慢了張偉麗一大截，跟不上，也防不住。我觉得張偉麗不要在這裡等啊，還是要往裡去打。我們中近距離啊，還是有一拼之力的。好的，沒有錯。打內圍也沒關係啊，你會頂膝，我們也會。哎呦，又是旋風踢！張偉麗本場比賽很喜歡用這一招啊，但是目前來看是沒有太有效的個命中。哦，漂亮！後手的重拳塞得很準。主要是速度快啊。抓對方的是這種啊，這個出拳出腿的空當，哦呦，又是一拳。我們看這個，這個朱尼克已經不行了啊，鼻子開始淌血了，而且這個髮型有點凌亂啊，被張偉麗打散了。對方也是個愛美人士啊，這個時不時在整理髮型。好漂亮，轉身側踹。好的，張偉麗連續重擊有了，對方沒有防守了，繼續打。
哇哦，還在打！我的媽呀，張偉麗這一波打出了30幾拳，但是朱尼克挺下來了，沒有想到他這麼抗打。好，還有最後半分鐘的時間，漂亮，打得真準啊！不行了，对方的这個朱尼克明顯是沒勁兒了，哈哈，我們的出腿速度很慢了，非常慢。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終於結束。本場比賽，張偉麗和對方的澳大利亞總理女保鏢啊，大戰了這個10分鐘。那麼最終的話，雖然說並沒有產生 KO 啊，但是我覺得張偉麗的優勢已經很明顯了，而且我們打爽了啊，把對方打的是你看，披頭散髮，哈哈，哦，很精彩。那麼對方賽前揚言說打死我們。這場比賽我能看得出來啊，張偉麗絕對是有手下留情啊，是收着勁兒在打啊，可能是要考慮到兩國關係啊。好，恭喜張偉麗獲得了最終比賽的勝利，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給我瞄準了打 KO。 張偉麗一腳爆頭闖下擂台血案，對手當場猝死擂台，現場插上氧氣開始搶救，生死未卜。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呢是為您帶來一場非常精彩的中德大戰。好，沒有錯，眼前這名選手就是來自於德國，人送外號德國版張偉麗的莉莉亞·卡扎克。好，雖然說他有着這麼一個外號，但是在賽前接受採訪時啊，這個家伙卻表示，下一場比賽你的對手就是張偉麗了，你有什麼想對他說的嗎？什麼張偉麗，我根本就不認識他，但是他敢當我的對手，我就敢3拳把他打進棺材裡，絕對不是開玩笑。好，觀眾朋友們啊，可以說是很久沒有見到這麼囂張的人了，甚至要比這個美國和日本人啊，甚至比韓國人還要囂張。好，這場比賽希望他一會兒挨揍的時候啊，千萬不要哭出來啊，因為你哭出來，我們也不會搭理你。好，沒有錯呢，接下來有請我們的中方選手，我們的中國女拳王張偉麗閃耀登場。沒有錯，張偉麗登場，全場的燈光必須換成紅色啊，因為這是代表我們中國紅，同時也是張偉麗最喜歡的一個顏色。好，來自於我們中國的黑虎搏擊俱樂部啊，1990年出生於河北邯鄲的張偉麗啊，她不僅是中國的王者，而且她現在是世界的王者。好，这场比賽看张偉麗狀態很放鬆啊，這說明一個問題啊，說明他沒有把對手呢放在心上，哦，甚至還在隨着音樂啊去搖擺。觀眾朋友們，我們仔細來看一下張偉麗的這個臂圍，也就是他手臂的這個粗細啊，和對方他面對面站的這個男人啊，這個身高9尺的壯漢還有粗啊，張偉麗的這個胳膊呀，哦呦，粗的嚇人。好，首先張偉麗面對對方德國女選手的挑釁啊，張偉麗是霸氣表態，你不認識我沒關係啊，我會讓你認識認識我的雙拳，我的拳頭。好啊，還是非常的霸氣。好，沒有錯，比賽已經開始，讓我們廢話少說。紅方選手張偉麗，藍方選手莉莉亞·卡扎克，德國女拳王，沒有錯啊，粉絲叫背心兒。就這個家伙在德國的話有一個外號啊，被稱為啊德國版張偉麗。這就很清楚就說明了啊，他是比張偉麗要低一級的啊。但是對手卻裝糊塗啊，揣着明白裝糊塗，說我不認識張偉麗，我不認識他啊，但是我要打他。好，有機會，張偉麗的地面對局。張偉麗的這個力量呢，在女子量級當中啊是獨一無二啊。她說第二，絕對沒有人敢說第一。這個不是我們吹牛。很多人說我這個說張偉麗的比賽的時候啊，廢話很多啊。觀眾朋友們，說起張偉麗，那真的是滔滔不絕啊，誇不完啊。確實，她的優點和實力太強了。对方德國選手的下位處理呢很簡單啊，就是想做一個全方位的防守，想要限制張偉麗的這個進攻。那張偉麗也一直在嘗試啊做側方位的轉換。我看
轉到側位之後啊，砸肘就是張偉麗最終的目標。我們看，開始了。拿到後背之後的張偉麗並不是很着急，先做砸擊，先去消耗對手的體能。对手的這個體能儲備啊，我們不清楚啊，但是跟張偉麗比，那估計是應該是比不過啊。哦，什麼情況？這個時候對手還敢反擊？當對手想做一個轉身動作的時候呢，張偉麗是借着這個勁兒啊，立馬就扭到了對方的這個上位。啊，這個地面技巧呢，看似粗糙，但實際上是充滿了細節。兩個人呢，實際上啊，都是爆發型選手，要不然不可能被稱為這個德國小張偉麗啊。好，張偉麗嘗試做裸絞，拿背之後，張偉麗的扣呢搭的並不是很死。好，這個扣有了，腿部的扣有了。双臂这個時候想大扣呢是有難度，因為對方的體能在第一回合還是很好的。不要着急啊，張偉麗的話，很習慣啊，先去重拳把對手打到不行啊。通俗一點就是消耗對方的體能，讓對方啊筋疲力盡之時，然後找機會來進行裸絞。但這場比賽明顯是略顯心急，還在嘗試啊，看看能不能做這個背後的手臂三角鎖。哦，对手的這個腰間的核心力量也很足。哦，這個怪不得被稱為小張偉麗啊。要把自己的手臂啊，反方向的一個打擊。好，最後半分鐘的時間。第一回合5分鐘的對局，對手被張偉麗按在地上啊，打了這個4分58秒，對方絲毫沒有機會。張偉麗還在嘗試想做裸絞，但時間並不多了，還有最後的10秒鐘。這防守也確實是擺不撓，哇，在張偉麗腿搭着扣的同時，他居然轉了一個身呢。是。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非常非常的精彩。兩人的實力水平啊，我只能用這個一個天上啊，一個地下來形容了，確實差很多。對手呢固然很強，但是他碰到了一個啊比人類還要恐怖的人啊，就是中國女拳王。這場比賽一開始呢，張偉麗在站立上是可以說啊，打了不到10秒鐘。立馬就把這個比賽拖到地面了。好，再見對方表示說，我不認識張偉麗啊，他長什麼樣我都不知道，他有什麼本領我都不清楚啊，我根本不在乎他，我也不在乎中國人。但是這場比賽結束之後，我就想問問他啊，你到底還認不認識張偉麗？你不認識沒關係，我們打鬥你認識。好，那麼接下來看一下張偉麗在第2回合，又會給對方的這個莉莉亞卡扎克啊帶來什麼樣的驚喜啊？是站立的驚喜還是地面的驚喜？我覺得大概率還是要打這個地面啊，因為對方的這個力量明顯是有懸殊。好 ，fight 第2回合。拼拳的話還是要小心，因為雙方的這個臂力呢都很足。藍方選手確實有俄羅斯種族這種兇悍的這種味道啊，是這種大擺，又是一個很漂亮的過帥。好，沒有錯，又是地面。對方想逃，但是很難，又逃不掉啊。實際上張偉麗的這個臂圍啊，他的大腿圍，哦，這個肘擊橫肘。我們看對手的腦袋已經被打出了包，但是這個角度看的並不是很明顯，還在砸。雙方大腿都很粗啊。張偉麗的這個大腿呢是成年男子啊，還要打上3、4圈兒。一方在下位，一方在上位的時候，上位的時候我看到很多選手，这明顯，這明顯打對方臉角了，已經鼓起一個包了。是。哦呦，單臂拎起對手，這個張偉麗解決
這個纏鬥的方式和解決對手的这個裸絞的方式啊，很乾脆啊，很簡單，很暴力，沒有什麼過多花裡胡哨的技巧啊，直接把對方啊給砸開了。對，就會把有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把對方整個的高舉起，然後摔在地上，把對方砸倒，對，直接砸暈對手。在掐形啊，是這個莉莉亞的雙腿大扣。好，已經過去了半回合的時間，對方的德國選手還在拼命掙扎，但張偉麗的肘擊啊，這個你不認輸，打死你都是有可能的啊。張偉麗的這個肘擊呢，一般人還真吃不消。我們看對方頭上，哦呦，這個大包啊，已經是個大血包，鴿子蛋大小。好，最後第二回合2分鐘的時間，張偉麗想降服的話還有機會。今天呢又是連續的砸肘，但是這張偉麗的選手很鎖技的時候，張偉麗總是在第一時間能給他破壞掉。現場的裁判有點看不下去了啊，讓雙方呢是打一會兒站立，因為這個地面啊，如果再這麼繼續打下去啊，對手的這個下場會很慘。能不能被打死不好說啊，但是想活肯定是不好活。最後1分鐘的時間，哎呦，什麼情況？哇，一腳爆頭，張偉麗這一腳，哎呦，應該是踢到對手的脖子上，因為我們很清楚的聽到對方的這個脖子啊，甚至有斷裂的聲音。現場的急救人員趕緊上來搶救，我的天哪！我們看對方的臉，整個眼睛已經被要被打瞎了，而且這個頭骨上方被打出了一個大包啊，和當年喬安娜幾乎是同款，沒有錯啊，對方不認識張偉麗，張偉麗送給他一個同款的鵝蛋大包。好，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我們的中國女拳王張偉麗戰勝了德國囂張惡女。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澳大戰。沒有錯，中國大戰澳大利亞。好，我們看一下首先登場的這名選手呢，我相信如果你熟悉散打，對他肯定是不陌生了啊。他就是我們中國的散打一姐王聰。好，王聰这個姑娘的確非常的厲害，在我們中國的女子散打界呢，她取得了非常輝煌的成就。而且王聰當年擊敗過的對手呢，也都是頂級高手啊，包括現在的 UFC 世界女子輕量級別的冠軍，衛冕過7次的舍甫琴科子彈姐，當年也輸給過王聰啊，也是王聰的首架敗將。好，那這場比賽是王聰轉戰到綜合格鬥的第3場比賽。那前2場王聰是非常順利以及碾壓性的態勢拿下了對局。好，我們看一下本場比賽王聰的對手呢，就是眼前這個長得非常壯的來自於澳大利亞的頂級選手阿梅納。好，他的年紀的話要比這個王聰要年輕一些。有一天王聰可以在國際擂台和張偉麗站在同一個擂台競技，好，讓我們恭喜。那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張偉麗被老外打得鼻血不止，一怒之下連砸30多手，當場打廢對手，嚇壞裁判。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首先登場的選手，他就是來自於巴西的拳壇悍將瑪利亞·桑托斯。這個家伙這場比賽也是有備而來，殺氣沖沖。好，接下來有請我們的中方選手張偉麗閃耀登場。這場比賽張偉麗是東道主，我們是主場作戰來迎戰對方的瑪利亞·桑托斯。好，可以看到對方的瑪利亞這個家伙賽前超重了啊，所以說被我們中方裁判扣掉1分。這也代表着這場比賽會更加精彩。為什麼？因為你超重之後呢，扣掉的這1分很重要。那如果对方的瑪利亞·桑托斯和張偉麗打成了平手的話，那麼最終的判罰肯定是張偉麗獲勝啊，因為張偉麗呢是有着1分的優勢啊，對手被扣掉了1分。那據說對方的瑪利亞·桑托斯很不服啊，他說我們中國的這個秤，觀眾朋友們，這個不準啊，為自己這個減重失敗找借口啊，所以說揚言說今天要這個打廢張偉麗啊，來報復我們中國。哎呦，對手這腦回路確實挺清晰的。好，比賽開始了。那今天的比賽是3回合的賽制，每回合5分鐘的時間。對方賽前超重，比張偉麗呢重了1.7磅，大概是不到2斤。
哦呦，对手的胳膊确實是長啊，要小心對手的這個換拳。但是張偉麗是練習泰拳出身的啊，有很多關注他的朋友都知道啊，所以說在抗擊打能力這一塊還是非常的到位。好，這個時候的張偉麗呢是保持一個8連勝的戰績，而且8場比賽，觀眾朋友們都是 KO 對手。張偉麗今天一上來打的還是比較的穩啊，因為他知道對手來頭也不簡單。哎呦，這一下！可以看到張偉麗的地面處理很好，沒有給到對方瑪利亞桑托斯太多的機會。這場比賽之前呢，觀眾朋友們啊，對方的瑪利亞桑托斯是剛剛在北京站啊打贏了一名中國選手啊，所以說賽前他稱我們中國選手都是病貓，他一拳就能打翻一個。哎呦，巴西選手也挺愛吹牛的。哦呦，這一下不過年不過節，對方跪下了。张偉麗這時候還是用腿法去控制這個距離。我們有句俗話說得好啊，一腿頂3拳。連續的踢腿呢，要破壞對方桑托斯的這個進攻節奏，要不然對方的這個遠距離的把控跟點刺，確實對於張偉麗來講呢，非常的不利。況且這場比賽張偉麗呢，還要比對手少了1.7磅。比賽那種味道啊，对，拿好防禦啊，防禦一定要拿好。出腿的時候啊，手要抬高，因為很可能對手會我硬吃你一腳，然後罰你一拳，對，就打你這個迎擊。對，你看對方哦，你看果然就這意思啊。那對方桑托斯非常符合巴西選手的一個特點，那打法都是很粗糙，但是進攻啊很兇狠。哎呦，要小心！最後的1分半，這手臂實在是太長了。對，當你在判斷的時候就會有問題。連續的踢腿把控距離，因為他在判斷，對手他還要想到自己的。張偉麗今天是很難得在戰力上吃了虧。哦，漂亮！哎呦，這裡張偉麗也是有點上頭了。想和對手去拼拳，對方的頭啊被自己的肩防得不錯。對，張偉麗不是，張偉麗站架還是不太一樣，偏正面一點。對，哎呦，這個拳吃。對手的身高臂長優勢實在是太大了。最後的40秒，哎呦，差一點。完全給打出來了。好，可以看到張偉麗的重拳呢很難去抓住對手。張偉麗並不是說沒有重拳，而今天呢是要面臨的問題就是打中對手。對手也不和你拼。最後的5秒鐘。哦呦，這裡真的是虎口奪險！哎呦，這個時候確實是非常的驚險，因為張偉麗剛剛呢已經是很明顯晃了啊，在比賽最後一刻。
那这个我們平心而論呢，這個哨聲啊，確實幫助了張偉麗一把。比方桑托斯啊，剛剛有人往礦泉水往胸衣裡邊倒啊，這個啊可能是一種傳統。這場比賽第一回合，張偉麗是打得比較艱難啊，對手呢身高臂長，包括體重呢都是有優勢。我們張偉麗是身高1.63米，臂展165，而對方的這個臂展呢達到了驚人的1.76，那這個差距確實太大了。當時張偉麗接對手挑戰的原因啊只有一個啊，就是因為對手呢侮辱我們中國人是病貓，忍不了。哎呦，觀眾朋友們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女時刻啊，大眼睛雙眼皮兒，還是非常不錯的。好，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第二回合的表現。那現場的這個裁判啊，托馬斯·馮，那這個家伙的裁判風格呢是非常的好看啊。雙方選手只要不出人命，他輕易是不會叫停，所以說今天也不會例外。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張偉麗多次被重擊啊，他並沒有叫停。我們來看一下張偉麗第二回合會不會改變戰術。很想往裡進啊，但是對手的把控確實是太遠，而且張偉麗這邊的鼻血已經被打出鼻血了。哦，近身拼拳。看一下雙方的這個龍邊對決呢，張偉麗的力量還是有優勢的，所以說打貼身作戰啊，應該是不輸對手。小心啊，小心！不要再換前手了。對，張偉麗的頭部啊，確實有點不太。哎呦，這裡直接將對手拖入到了地面啊，這屬於生吃對手。對方喜歡把控距離，而張偉麗現在不給他距離，我們來近距離的接觸。彈得很緊，對，注意啊。好，地面砸擊，對，小心桑托斯也有腫啊。對方桑托斯雖然說來自於巴西，但是他的柔術很弱。看看能不能壓進去，腿甩開。張偉麗現在這個鼻血啊，對，對自己影響很大。哎呦，又進入到地面，可以看出張偉麗今天是不想再放過對手了。但是對手的雙手已經搭扣，但是位置。看起來並不是特別深，連續砸擊，這位置夾的並不是很死，對手的鼻血也被打出來了啊！但張偉麗的這個鼻血啊，哎呦，觀眾朋友們看着確實很心疼。現在應該沒問題了。對對，壓頭，找機會抽腿。對，右手，肘擊，腿抽出來了，好，側面，對，好，張偉麗終於是拿到了一個可以砸拳的位置，但是選擇了砸肘，是的錘擊，肘擊，砸擊，肘尖砸得很深啊，對手已經完全不反抗了，裁判還是不叫停。這個時候如果再砸下去，好，讓我們恭喜張偉麗啊！如果再砸下去，觀眾朋友們，那就是只可能說呀，可能要殯儀館的車可能要來了。好，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張偉麗，今天也是完成了一個翻身仗，打了一場非常漂亮的翻身仗。那在第一回合呢，面對全面劣勢的情況下，在第二回合呢，終於是抓住了一個機會。而且這個戰術的制定啊也非常好，那這也是歸功於他的教練團隊，確實啊非常出色。好，果然一個人的成功的並不是偶然的。
好，讓我們再次恭喜我們的中國女拳王張偉麗斬獲了這場比賽最終的一個勝利，很精彩，而且也是以絕對性的一個優勢把對手的眼睛啊給打爆了。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剛剛的終結回放啊，發生了什麼？一肘兩肘，我的天哪！張偉麗這個時候沒有選擇砸拳，因為他知道對手的防守很死，那打拳是打不進去的，所以說選擇了砸肘。哇，台下的觀眾已經看嗨了。那我相信屏幕前的您看的也很過癮。好，讓我們再次恭喜張偉麗，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